看住你的账户余额一直在缩水，是不是心里发慌，甚至有点想把手机摔了？别急住关掉，也别急住去操作。如果你现在手抖住想按下卖出键，或者你已经亏到不想打开软体看这一切，那你这几分钟必须要听我讲完。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 K 线，什么 MACD 交叉，什么支撑位、阻力位，那些东西在现在这种极端情绪下全是废话，我们要聊点真实的。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这满屏的红色，我不仅不慌，反而有点兴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变态，但我也是过来人。这支影片会讲得很深，因为我要把这个市场最残酷，但也是最赚钱的逻辑，一次性给你拆解前景。我分成了3个大阶段，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件事，为什么这次下跌不是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清洗，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后，我准备了一个关于如何在崩盘中睡好觉的私密心法 bonus 送给你，这是我花了好几百万学费才领悟到的。好了，深呼吸，我们开始。老实说，这几天我也收到了好多私讯，有人跟我说，我这次真的完了，积攒了几年的辛苦钱都赔进去了。还有人问我币圈是不是要归零了？看住这些讯息，我心里其实挺复杂的，不是因为行情，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经历大跌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失恋一样，真的，甚至比失恋还惨。失恋只是心理痛，币圈大跌是心理痛加上钱包痛。那时候我也像个无头苍蝇，每天盯着荧幕，半夜3点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抓手机，看到跌了就心跳加速，整个人像掉进冰窖里，呼吸都觉得困难，看到反弹了一点点，又怕是假动作，那种被行情反复折磨，像是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觉得市场在针对我，只要我一买它就跌，我一割肉它就涨，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但后来我懂了，我想请你想一想，你去过赌场吗？或者是你观察过身边那些爱打牌的人吗？币圈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原本人声鼎沸的赌场，过去几个月大家赢钱赢得太容易了，随便买个土狗币都能翻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是天才。这时候赌场老板，也就是我们说的庄家、大机构，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让你一直赢下去，把赌场的钱都提光吗？绝对不可能。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意外，这是一场暴力清场。市场就像一辆公车，前阵子这辆车太挤了，挤满了想赚快钱的人，用高杠杆借钱的人，连比特币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冲进来的人。车子太重了，司机踩不动油门了，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急刹车，猛踩一脚刹车，甚至倒车撞一下，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那些没抓稳的、心态不好的、借钱买票的人全部甩下车。你现在感受到的痛苦，就是被甩下车的离心力。如果你现在因为恐慌而卖出，恭喜你，你就是那个被甩下去的人，而车上的座位马上就会空出来，留给那些真正懂行的人。我们别讲金融术语，讲讲生活。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家里堆满了杂物，衣柜里塞满了根本不穿的衣服，然后你觉得生活一团糟，心情很烦躁，这时候你需要做什么？断舍离。现在的市场正在做断舍离。前段时间市场上的垃圾部位太多了，什么叫垃圾部位？就是那些开着50倍、100倍杠杆，想着一夜暴富的投机单。这些人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毒素，毒素累积多了，人就会发烧，会生病。这次下跌就是市场在发烧，发烧很难受，对吧？全身酸痛，忽冷忽热，但发烧是身体在杀毒啊，只有烧过一次，毒素排前劲了，身体才能恢复强壮，甚至比以前更好。我身边有个真实案例，我有个朋友做实业的，平时非常精明，但他前阵子太贪了，听信小道消息，把工厂的流动资金都拿来开合约，觉得能翻10倍，结果前2天那个插针，价格瞬间暴跌，他直接爆仓，一无所有。昨天他打电话给我哭，声音都在抖。我很同情他，但在投资的世界里，他的离开是对的，因为如果这种抱着赌博心态的人都能赚大钱，那这个市场早就崩溃了。现在市场正在把这些错误的部位，也就是那些赌徒、投机客清理出去。这听起来很残忍，但这就是财富转移的真相。财富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从急躁的人手里转移到了有耐心的人手里。你现在要问自己的是，你想做那个被排出去的毒素，还是做那个康复后更强壮的身体？再来，我们拉高一点视野，很多人觉得这次跌是因为什么数据不好，或者又是哪里的战争风险，其实这些都只是给你看的借口。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非常微妙，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声敲打，一方面那些华尔街的顶级掠食者，像贝莱德这种巨头又在后台疯狂扫货，这就是一个非常吊诡且让人生气的真相。如果比特币真的要完蛋了，为什么那些掌控全球财富命脉的人还在不断的申请 ETF， 还在顶住跌幅布局？这让我想起我刚入行不久时认识的一个老前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是金科玉律。他说，当媒体开始集体唱衰一个资产，当政客开始频繁出来恐吓大众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自己还没买够的时候。这就像房地产，当政府开始拼命说房价太高，媒体拼命报道断供潮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查，往往就是那些聪明的地产商在悄悄换血进场。政治和资本永远是穿同一条裤子的，现在的下跌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博弈后的产物。你想想，大选在即，全球经济局势这么乱，他们需要制造一种恐慌，让资金回流到传统体系，或者说回流到他们能掌控的资产里，同时这也是在给大机构让路。试想一下，如果比特币一直维持在历史高位，那些刚拿到入场券的机构怎么买？他们难道愿意在高点给散户接盘吗？绝对不会，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把价格打下来，打到让你怀疑人生，打到让你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碰币圈，这样他们才能拿着几十亿的美金在低位优雅的接走你的筹码。所以这是一场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心理战，媒体负责喂你毒药，散户负责在惊恐中交出钱包，而机构负责在下面张住大嘴接住。我不希望看我影片的你们在这个时候成为这种博弈下的牺牲品。在这个充满博弈的赛场里，我反而看得很清楚，人往往死于过度自信和冲动，而真正能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冷静观察对手、情绪稳定的人。说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诡异且重要的现象，这也是支撑我现在还能淡定喝咖啡，甚至想再多买一点的原因。如果你现在只盯着那个红得发紫的 K 线图，你会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心跳快到要爆表。但是如果你把视线移开，去看看链上的真实数据，去看看美国那些比特币 ETF 的资金流向，你会发现一个让你毛骨悚然的真相，那就是价格在向下走，但机构的资金流向却在逆势向上。这在我们专业术语里叫背离，但在生活中这叫暗度陈仓。这几天跌得这么惨，按理说那些买 ETF 的富豪应该吓得把钱撤走才对吧？但数据显示，贝莱德、富达这些巨头的 ETF 不仅没有大规模流出，反而一直在出现净流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那些掌握着海量资讯和资源的聪明钱正在把这次下跌当成打折季。这就像你去逛一家你一直很想买的名牌店，平时一件衣服要10万，你舍不得买，今天突然全场3折，但店门口却请了一堆临时工在喊这衣服品质有问题，会过敏。你看到大多数人都被吓跑了，但你往店里一看，发现那些平时最懂货的 VIP 客户正一人抱着10件往收银台跑。你说你是该听门口那些人的喊叫，还是跟住 VIP 的动作走？这就是资讯不对称带来的红利。华尔街这帮人是全世界最精明也最残酷的。如果比特币没有未来，他们会拿自己的信誉和客户的几亿美金开玩笑吗？他们现在疯狂吸金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知道真正的超级大行情就在后面。现在这种磨人的阴跌，这种让你想撞墙的走势，其实就是大喷发前的深蹲，就像跳远运动员起跳前必须蹲得足够深，肌肉绷得足够紧，弹出去的那一下才会有惊人的爆发力。现在比特币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深蹲动作，而 ETF 的持续流入就是那双正在蓄力的腿。所以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筹码便宜卖给那些穿名牌西装的掠食者。既然看清了大佬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得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看看此时此刻坐在荧幕前的你，是不是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甚至想要自我毁灭的边缘。讲实话，跌到这个份上，亏钱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在情绪失控下做出的那些致死操作。我总结了3个散户最容易掉进去的坑，这是我花了几百万学费才看清楚的。如果你现在正打算这么做，请先停下手里的动作，听我把话说完。第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报复性交易，这简直是人性深处最黑暗的陷阱。当你看住账户里的钱像自来水一样流走，你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止损，而是愤怒。你会觉得市场在针对你，你会想着既然我亏了这么多，那我就开个高倍杠杆，只要反弹一点点，我就能一把赚回来。这时候你已经不是在投资了，你是在跟市场赌气，而市场最喜欢对付的就是赌气的人。我以前就有过这种惨痛教训，那时候我也是刚进场没多久，
眼看着币价狂泻，心跳快到我觉得自己快要猝死了，手心全是冷汗。我当时鬼迷心窍的把所有剩下的保证金都压了上去，想抄底。结果呢，市场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就在我开仓后的5分钟，一个更猛烈的砸盘直接把我清出局。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在海里溺水，你拼命想抓一块木头，结果抓到的是1块1000块，直接把你带进深渊。所以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想着一单回本，越想回本的人往往走得越快。第二个错误就是在地板上割肉，然后反手做空，这真的是标准的韭菜动作，跌到让所有人绝望的时候，通常就是情绪的转折点。但我看过太多人在跌了 30% 的时候不走，跌了 50% 的时候开始怀疑人生，最后再跌到最底部的那个针尖上，因为听了某个群组里的恐慌发言，觉得要归零了，含泪卖出，甚至觉得自己变聪明了，想反手做空赚回来。结果不出10分钟，行情直接反转，拉出一根通天大阳线，你被双边打脸，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比赔钱还要大10倍。这就像是你跟一个交往很久的人分手，你刚走出家门，把所有东西都烧了，回头一看，他竟然中了大奖，还变得更完美了，你当时死的心都有。第3个错误就是过度沉迷于同温层取暖。当大家都在赔钱的时候，很多人最喜欢去各种群组里找共鸣，问别人你还拿着吗？或者你觉得还会跌吗？其实你心里知道答案，你只是想找个人陪你一起害怕，或者想听一句虚假的安慰。但事实上，那些在群里叫的最凶的人，通常跟你一样也是不知所措的输家。一堆溺水的人抱在一起，只会沉得更快。真正的高手在这种时候都是沉默的，他们在观察，在等待，在深呼吸，而不是在群里发泄情绪。这就像是在战场上，如果你身边的战友都在尖叫溃逃，你也会跟住跑，但往往那些留下来冷静判断风向的人才能活到最后领勋章。所以我建议你现在立刻关掉那些吵闹的聊天视窗，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感受那种焦虑，然后学着去驯服它。因为在投资的世界里，谁能控制情绪，谁就能控制财富的流向，这是我的人生实例。我曾经因为一个小道消息亏掉了我3年的积蓄，那几天我连觉都睡不住，一闭眼就是 K 线，甚至看到家里的桌角都觉得长得像瀑布图，那种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崩溃感我太懂了。但就是在那次之后，我才明白，如果你不能在崩盘中保持理性，那你根本不配拥有暴涨时的红利。现在的这种市场情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去杠杆，不仅仅是清算你的资金部位，更是在清算你的心理弱点。只有经历过这种极致痛苦且能活下来的人，才能在下一波大行情中拿得住也赚得到。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大家最关心的未来走势与政治影响。很多人在问，跌到这里到底是底吗？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精准预测底在哪里，但我能告诉你逻辑。现在的比特币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玩具，它已经跟全球金融体系深度绑定，特别是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挂钩。你看现在通膨数据虽然反复，但整体的趋势其实一直都在波动中前行。每当这种经济周期转折的时候，这种剧烈的波动就是必然的，这就是财富洗牌的过程。我们再聊深一点，很多人问我这波下跌跟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大的去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未来话语权的争夺战。你看现在全球局势这么乱，尤其是大选年份，比特币早就成了各方势力手里的筹码。那些政客们嘴上说着要监管，要保护投资人，其实背后都在盘算着怎么把这股不可阻挡的金融力量纳入自己的版图。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真正的大招放出来之前，市场必须经历一段极其黑暗、极其磨人的震荡期。这就是为了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彻底洗出去，让筹码重新回到那些能左右政策的人手里。我预测接下来的3个月，我们会看到一种非常极端的走势，不是那种一泻千里的崩盘，而是像钝刀子割肉一样，涨2天跌3天，反复磨你的耐心，直到你对这个市场彻底绝望为止。但请记住，历史上每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起点都是在这种让人想吐的绝望中诞生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未来走势分析。我们现在正处于大喷发前的最后一个黑暗隧道，隧道里很冷很黑，你听到的全是惨叫声，但只要你摸住墙继续走，出口的光其实已经隐约可见了。具体的投资建议，我送你8个字：分批布局，不急不躁。如果你手里还有现金，千万别看着今天跌了就一把梭哈进去，你要像喂鱼一样，一点一点的撒，分3个时间点、3个价位去建仓，这样就算它再往下探一点，你的心理压力也会小很多。至于赚钱机会，别再盯着那些听都没听过的垃圾币了。在这种大清洗时期，只有真正的王者才能活下来。
比特币和以太币就是你的保命符。除此之外，你可以多关注那些跟人工智慧结合的项目，或者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层，那些才是未来翻身的资本。我想起我以前住过的一个破旧小公寓，那时候我穷的连外卖都舍不得点，但我每天雷打不动的研究这些逻辑。那时候身边的人都笑我疯了，说这东西就是骗人的。结果呢，那些笑我的人现在还在为了一个月几千块的薪水挤地铁，而我已经靠着那时候的坚持换了几次人生赛道。这就是认知差距带来的财富跨越。所以现在如果你觉得痛苦，请把它当作是你跨越阶层的门票。这张票很贵，它是用你的焦虑和心跳换来的，但它的回报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我会把这一切串联起来，告诉你大行情真正爆发的时间点，以及那个能让你真正翻身的终极心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这盘棋的终局在哪里。大行情真正爆发的时间点，往往就在市场觉得最没戏，连财经新闻都懒得报道比特币的时候。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和数据模型的推算，真正的主升浪通常会发生在这种极致洗盘后的2到3个月，也就是当全球流动性重新释放，政治尘埃落定之后，那时候的涨幅会快到让你怀疑人生，让你后悔为什么当初在5万、6万美金的时候没有多买一点，而是把时间花在抱怨和恐惧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90%的人都是在牛市顶峰冲进来送钱的，只有那10%的人能在这种血流成河的半山腰安静的捡钻石。这就是财富的守恒定律，你想加入哪一边完全取决于你现在的定力。说到这里，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更具体的翻倍实操方案，这个方案是我针对现在这种特殊行情设计的，包括了具体在哪个点位分批进场，如何配置那种具备10倍潜力的优质资产，以及最关键的如何在波动中锁定利润不被庄家反割。这个方案比较硬核也比较私密，我本来是想留住自己用的，但如果今天看这支影片的人够多，大家的热情够高，只要你们在评论区留言我想翻身这4个字，如果人数超过500人的话，我就会在下一支影片里毫无保留的把这个完整方案公开给大家。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能聚在一起看清真相，我们就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活得更久，赚得更多。在结束之前，我要送给大家今天的终极心法 bonus， 这是我在无数次爆仓与翻盘中体悟出来的24小时情绪缓冲法。当你看到市场暴跌，心跳加速，手痒想割肉，或者想加仓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放下手机，离开荧幕整整24小时，去大自然走走，去吃顿好的，去跟真正爱你的人聊聊天。你会发现24小时后，你的大脑会从生存模式切换回理性模式，那时候做出的决定往往才是正确的。记住，钱是赚不完的，但你的心态如果崩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最后还是要例行公事的提醒大家，以上所有的分享纯属我个人的经验总结与观点，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投资市场有风险，甚至可以说风险极大，大家在入市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风险评估，一定要用亏得起的钱去投资，这才是长久生存之道。你现在手里拿着的币，是因为相信它的未来而买，还是因为怕错过而买？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故事，我会每一条都认真看。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也正在焦虑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分享真话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